刚刚因为某些东西打扰，所以不得不暂停录制，现在继续。我提到第4个为什么的时候，就提到说，为什么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印象深刻的只有那么几位少数嘉宾。我想了一下，可能并不是说领域不吸引我，或者是人不吸引我，而是有可能这个流程设计的问题，或者是问题的不够深入。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会不会对某期节目有比较深刻的印象？那肯定是比如说我的前置知识大概是怎样的，或者说我的好奇心它会放在哪里。比如说刚刚提到海外电商那个的事情，就因为我在制作那期节目不久之前，其实有在了解一些 SEO 或者是 GEO 之类的事情嘛，那这个也和海外运营有关系，所以海外电商跟海外运营是有某种关系在的，那我就会对他印象很深刻。但与此同时，其实这个嘉宾他也非常有人格魅力，就是我不知道他长相怎么样，但是单从听他的声音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就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在听到某个人的声音之后会觉得这个人自己很想去认识，我是会有这种感觉的。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很在线，他的思考很清晰，不管是他在回答问题或者是在描述自己的产品的时候，那一整条逻辑都是在线的，就是顺着下来的，不会出现太多的口癖。这种情况我是会对这个人有一种很好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这可能也影响了我对于这个人的判断。这个就不用说了，因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就会有一点千人千面的感觉。所以关于这个为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嘉宾很少，也不太好展开。但是我在这个话题结束之前，其实想说一下播客内容，它为什么对于做 VC 播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庄明浩老师有在，我忘记了是在他的那档播客节目还是在创业内幕当中有提到，大概的话语是说他觉得微博跟公众号其实都不太适合做 VC 品牌的打造，综合下来看，播客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载体或者说平台。怎么说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在想，播客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产品，像现在又从音频转到了视频，就是它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就是它有在场感，它会让人在场，不管是聊天的这些人在场，还是我们听众在场。假如我们听众不在场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东西，就可能左耳进右耳就出了。那假如聊的人不在场的话，那聊的内容质量肯定不会特别高。所以这个在场感在我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还有呢，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假如说我想邀请某个人去跟我聊天，如果我专门的去拜访他就是为了这个聊天的话，那可能这个气氛就会，就是他在跟我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约束感，就不会很自然的想要分享更多的东西。但是假如我们通过播客，就是我有这个由头去邀请他，说想跟他聊一个播客，
然后聊的是某个话题。那在这个侃侃而谈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不自觉的去分享很多我们私下对谈他不会说的东西。就有种说法是说，他可能会天然的拉近对谈双方的距离，或者对谈彼此之间的距离。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当然，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有的人他是很害怕在场感的，比如说像 I 人，他可能就会面对镜头啊，或者是面对跟别人交谈就不那么的自如。这个也看人了。还有吗？我笔记当中还提到一个点是说，就是在人格 IP 这一块儿，怎么说呢？我有时候觉得，就像我刚开始提到的这个管理合伙人的角色，假如说他是一个很乐意站出来去分享某些比如趋势观察或者是赛道观察这样子的人的话，他其实可以作为这个 VC 推出来的一个面向公众的人物，可以不定期的去比如说跟他对谈，让他来分享自己机构内部的一些观察、一些趋势之类的东西。当然这个就是分享出去的东西肯定是得是能分享出去的，比较内部的、比较私密的，那肯定是会保留的。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于 VC 做内容或者做品牌也是一个很好的着落点。像我们提到某些 VC 播客或者提到某些品牌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想到的是某一个具体的人，那这个人对应着的这个 IP 的影响力就有点像是盖过了机构本身的影响力。就是我们先通过这个人，然后了解到这个机构，也就是人是作为入口，然后机构是作为我们走进这个入口之后看到的东西。就像为什么有的节目通常会在背后留下联系性方式，比如说他们想要招来某些人才，那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个点去链接他们想要的人，想要的所谓人才资源吧。我觉得假如说某些 VC 它有一个对外推出去的人，不定期的去做一些访谈呐，或者是趋势观察呀、观点分享啊，或者是聊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那它其实也可以作为刚刚说到的类似的这样一个点，先散发某些东西出去，让别人先知道它，然后再由它作为一个入口进去之后，看到它背后的一个组织，背后的 VC。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路径能不能走得通，但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可以尝试的东西。但我会发觉啊，就是尤其在比如说创业这边，像某一些初创，有投资人会跟创始人说，你少去参加那些对外的活动，就专心做你的产品就行了。当我听到李斯的观点，其实我就有那么一丝丝的不解，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警惕这一点。就是做好产品，那肯定是这个创始人当下会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不允许他对外做所谓的宣发或者是所谓的露出呢？因为现在自媒体或者说社交媒体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散发影响力的平台，也有很多人在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最近我听到的一期访谈，就是他是做具身赛道的嘛，然后他会做自己的公众号，会做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同时他的一些团队伙伴就是通过这些社交媒体账号
来找到他，然后加入他的团队的。就是其实社交媒体或者是对外活动，这种露出对于团队、对于创始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方式，或者说所谓的入口。如果没有这个方式，没有这个入口，那他靠什么东西去招揽他想要的人才，去招揽或者说去建立自己的一个产品的叙事阵地呢？没想明白。